南洋版圖上，華人先民落地生根的足跡遍布各處。那些最初升起的炊煙，已在時光中熬煮成一座座城市最鮮明的印記。尋味中國城，尋的不只是舌尖上的酸甜苦辣，更是綿延不絕的故土情結。當古老的砂鍋與嶄新的炒鍋在同一片星空下沸騰，我們循着香氣去觸摸那些藏在煙火裡的堅韌與溫情。巴生，馬來西亞重要的海港城市，在海峽華人的心中，它還有一個更親切的名字——中國城。當華人先賢在此扎根，多元文化便悄然交融。也正因如此，這裡成為了肉骨茶的發源地。如果說巴生港是華人下南洋的第一站，那麼肉骨茶就是華人在南洋創造的第一道美食。它誕生於碼頭，成長於市井，如今已經成為這座華人城區最具代表性的味道。我們是在這裡等待了，一個星期來2-3次，或者是一個星期來1次，經過就來了。那時候我來吃的是1986年，是一家店面哦，現在2間、3間、4間、5間了，在5間店啊，從第1代、第2代、第3代了。你把我拿翕啊？你把我拿翕表啊？我跟你講過你要翕你生哦，你幫你翕了，我告訴你。黃吉啟，這家店的第3代主事人，因在家中排行老2，大家都親切稱他一聲二哥。華人餐廳大多數算是一種傳統傳承下來的餐飲，如果像我們這種是老店肉骨茶，是一代傳一代這樣做下來的。一代傳一代，這5個字是所有老字號的共同密碼。傳統肉骨茶是華人鍾愛的早餐。為了清晨能端上一碗湯鮮味正的肉骨茶，店家天不亮就開始準備。凌晨4點半，天色上岸，街道上空無一人，店裡卻已悄然進入忙碌節奏。新鮮運抵的豬肉與豬骨，第一時間用清水反覆沖洗，直至血水盡去，恢復淡淡的肉粉色。藥材是肉骨茶的精髓，在常年高溫的熱带地區，藥膳正是本地華人對抗高溫天氣的中式智慧體現。火蒜，廣東開平的特產，由新鮮蒜頭經慢火燻製制成，為湯底增添了獨特的煙燻香氣。昨夜浸泡好的藥材鋪底，瀝乾的豬骨層層疊入，醉一燉煮的排骨居於頂端。食材入鍋，爐火燃起，待湯水沸滾，便轉文火慢燉。45分鐘後，肉骨的鮮，香料的醇，都將在咕嘟的湯泡裡被時間充分吸出。前廳已準備就緒，後廚裡大小湯鍋接連沸騰，哪一鍋該下芡汁，哪一鍋該添醬油，老師傅心中自有分寸。黑醬油因在釀造中加入焦糖，自帶的微甜回甘，讓湯底的香氣層次愈發立體。它與火蒜藥材一道，構成了這道美食最基礎的味覺底色。每一味調料都有自己的講究，這些講究是祖輩們一代代傳下來的智慧。剛出鍋的豬腿軟糯厚實，顫顫巍巍，透着恰到好處的火候。
悉数捞起大小湯鍋的肉塊後，廚師以細密濾網承接滾燙原湯，徒手按住濾網，反復擠壓渣料，將渣料中裹挾的每一滴風味濃湯都榨出，不浪費半分熬煮的精華。濾淨的原湯重新落回湯鍋，在爐火上保持微沸狀態。這道反復細濾的工序，正是傳統肉骨茶湯底順滑無渣、香而不雜的核心秘訣。這把王麻子菜刀在師傅手中上下翻飛，刀刃劃過軟糯的豬腿，將它們切成整齊的厚片，每一片肉的厚度幾乎一致，肥瘦相間，紋理清晰。王麻子老字號的標識在刀身清晰可見。在這家沉澱了歲月的老店裡，鐵鍋被煙火浸出了包漿，灶台被時光磨出了痕跡，連手藝也是傳了幾十年的老法子，器物常新，內核不改，這份老恰是最金貴的底氣。所以我們是算是第一家用瓦煲來煮車肉骨茶，是比較不一樣於傳統啊，但是我們也是保留了肉骨茶的原本的東西啦。就是一開始瓦煲的話，想法是把它可以保溫，然後可以加了一些不同的材料進去，比如那些輔助老卜那些香菇啊、蘑菇啊，不一樣的材料加進去，說可以讓大家一家大小可以一起吃咯。因為如果通常一碗的話，就只是吃肉和湯。如果一個砂鍋又可以保溫，又可以比較多人多樣化吧。就是這個樸素的念頭，讓直落玻璃開創了瓦煲肉骨茶的先河。一只小小的砂鍋，不僅鎖住了溫度，也容納了更多的滋味。華人的智慧，往往就藏在這些不起眼的細節裡。一個瓦煲，讓一家人可以圍坐在一起，分享一鍋熱氣騰騰的肉骨茶，那是屬於華人家庭最溫暖的時刻。瓦煲端上桌時，湯汁仍在翻滾，咕嘟咕嘟冒着氣泡，趁熱丟進一把生菜，餘溫燙熟，最是鮮甜多汁。五花肉膠質豐腴，肥而不膩，吸飽湯汁的豆腐與腐竹，一口咬下，汁水四溢。而最地道的吃法，莫過於搭配油條。內裡疏鬆的氣孔，便如一塊乾燥的海綿，瞬間吸滿湯汁，無需多言，埋頭大吃，便是對這鍋肉骨茶的最高禮遇。花生肉骨茶的名字的來由，開始應該是叫做肉骨湯，是因為大家都到李文帝的店去吃肉骨茶，間接的就叫李文帝的名字放下去，就變成肉骨帝。因為它的音跟福建的肉骨茶很相似，就是巴骨碟，叫到後來就變成了肉骨茶這個名字。其實肉骨茶的發展跟馬來西亞的華人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的，隨着華人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對於肉骨茶的要求也越來越大。到後期的時候，我們也有出現了類似海鮮肉骨茶，還有乾肉骨茶。三弟黃吉相是二哥的合夥人，他的加入為二哥分擔了店裡的品控工作。天還未亮，三弟已經和老師傅一起出現在了廚房裡。隨着肉骨茶的發展，直落玻璃瓦煲也開始推出新口味。海參是其中必不可少的，因表面布滿褶皺，為保證口感，需反覆清洗、浸泡、去沙。洗淨之後，還要按薄後逐一挑開，
厚薄不同，下鍋的時間也不同，只有算準了各自的火候，才能在同一锅湯里达到一致的软糯与弹韧。猪肚被剪开，一点点剔除其中的筋膜與雜質，大腸包小腸在清水中反覆投洗，直至去除所有異味。雞爪炸至金黃，再入湯鍋慢燉。這些都是功夫活，急不得，也省不了。處理乾淨的大腸套着小腸，滷製後切斷，一口咬下，層次分明，晶瑩剔透的花椒裹着濃稠的湯汁，筋道彈牙。豬肚色澤油亮，雞腳軟糯脫骨，而海參本身並無味道，全靠湯汁賦予它靈魂。柔韌飽滿的海參吸飽湯汁百味，成就一口濃鮮。這裡不僅僅是一家餐館，更是這一片華人社區共同的食堂，共同的記憶。口味它一定會有華人味道的，基本上這一區的華人都會來這裡吃的。在這一些餐飲店加起來的話，總共大概會有200多間的肉骨茶在巴生這一帶。這200多家肉骨茶店分布在巴生的街頭巷尾，無論新舊，每一家店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詮釋着肉骨茶的味道。肉骨茶已經成為馬來西亞華人的一種文化符號，而巴生就是這座符號的原點。今年，大哥黃吉新也加入了肉骨茶經營的行列，開啟了家族的分店。新店恰逢開業，儘管才開張3天，店內已顯紅火氣象。廚房裡白色的砂鍋整齊排列，與對面老店的黑色砂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，但核心的味道依然是那個傳承了幾十年的配方。大哥話不多，活不少，如他的2個弟弟一般，把所有的情感都藏在行動裡，藏在一鍋湯裡，藏在日復一日的忙碌裡。巴生，這座因肉骨茶而聲名遠揚的港口城市，如今早已褪去100年前的碼頭粗礪，披上了一層小資小調的南洋風情。但這裡卻有全馬最好的華文學校，依舊保留着過年貼對聯的習俗。100多年前，那些下南洋的先輩們，大概不會想到，他們當年在碼頭邊隨手熬出的一鍋湯，會成為一座城市的標誌，會成為一個族群的文化符號。但他們一定會欣慰地看到，在遙遠的南洋，有一個叫巴生的地方，布滿着華人社群的街巷，那裡的人們說着故鄉的話，做着故鄉的菜，過着有根的生活。在泰國曼谷，唐人街有2種模樣，一種是耀華麗路，那裡鐫刻着廣東潮汕人下南洋的百年滄桑，騎樓斑駁，金行林立，是傳統華人的精神故土。另一種是輝煌區，這裡霓虹閃爍，奶茶店、火鍋店鱗次栉比，這是屬於21世紀的新中國城。
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歡迎光臨印象湖南。在这条街上，这家印象湖南的湘菜馆从1间门面擴張到3間門面的大小，它的故事就是這條街的故事。好了，來現在朋友在那菜，有拿過再來一份。你好，你好，对，就經常刷到，是好，謝謝啊，歡迎來到店裡，多多支持印象湖南。來，對，對，好，謝謝。楊哥雖然是這家店的老闆，卻習慣了凡事親力親為。我家裡其實是很困難的，每次交學費也比較掙扎，也不知道哪裡來的一個想法，突然從腦海就飄過曼谷的這個消費水平或者工資水平啊，一個月拿4、5千塊錢。那我什麼時候才能夠去回饋這個回饋給家人呢？哎，馬上就做決定說這個學不上了。那時候因為沒有像樣的中餐，最後就這樣搞了這個餐飲嘛。對家人的掛念是他闖蕩南洋最樸素的初心，也是支撐他一路走下去的全部動力。創業初期，他每天都要早早起床去市場採購食材。如今店面雖已擴大，這份執着卻從未改變。มีแตงกวานี้มีไหมแตงกวานี้มีไหม這個也還行140ครับHello我買了星星剝出來的可以星星剝出來的是多少10公斤對的2個一起吃啊，這個拿進去吧，夠了。店裡最有名的菜叫蘆筍煮魚，這道菜的魂不在魚，而在那1年1季的蘆筍。蘆筍來自中國洞庭湖畔，純野生，鮮嫩多汁。湘菜常用的鱸魚，在這裡換成了泰國產的筍殼魚。這種魚不愛活動，因此肉質軟嫩，鮮味溫和，能與蘆筍的野蔬之鮮相得益彰。一把趁手的好菜刀是湘菜師傅的好搭檔，處理鮮美的筍殼魚，下刀順滑，沿着魚身利落剪開，不傷肉質。300年中華老字號黃麻子，讓每一口蘆筍煮魚都藏着地道的風味。魚身煎至定型，倒入魚骨熬製的高湯。砂鍋底部鋪上嫩筍，小火慢煨，蘆筍平衡了魚湯的濃厚，讓整道菜鮮而不膩。其實我每次來都點這個菜，我還特意加了一份蘆筍，這特別好吃。因為蘆筍在我們老家叫洞庭鮮炒，因為在國外嘛吃不到這個菜，一來這裡來我必須要點2份。在泰國能夠吃到老家的味道是最 OK 的。跳跳蛙是湖南大排檔的夜宵之王，辣椒醬、泡椒、小米辣一入鍋，香氣瞬間炸開。高湯注入，大火翻炒，蛙肉在高溫中迅速收緊，裹滿醬汁，油亮誘人。
出鍋，大功告成。清香与麻辣交织升腾，肉质嫩滑，滋味饱满。我觉得它虽然是湘菜，但是又没有那么辣，对于像我们这样并不习慣吃辣的人来说，还蛮友好的，又很香，然后又能品尝到正宗的湖南口味，这样。辉煌区開發之初，街道老舊，中餐館寥寥無幾。楊哥正是在那個時候，憑着一手地道湘菜，在這裡扎下了根。後來，中餐館一家接一家的開，輝煌區漸漸熱鬧起來，成了曼谷新的中國城。上午海裡，中午鍋裡。我印象湖南做了這麼多年，能夠吸引這麼多客戶，還有這麼多客戶支持，靠的就是一個字鮮。而楊哥還是那個閒不住的人，店做大了，他又拿起手機拍短視頻，自己當導演，自己琢磨宣傳。這道脆脆鴨，湖南沒有，泰國別處也沒有。楊哥把冬陰功的香料放進湘菜的滷水裡，一個在曼谷的中國人就這樣琢磨出了屬於自己的味道。滷透的鴨子撈出鍋，色澤油亮，香氣已經變了樣，既有滷水的醇厚，又多了一層南洋特有的清香。手起刀落，趁熱拆煮。鴨肉表皮在熱油中迅速收緊，變得金黃酥脆。從湖南空運而來的辣椒，乾爽酥脆，是這道菜最後的點睛之筆。辣椒的香氣裹上鴨肉的油脂，兩種滋味在高溫中徹底交融，外皮酥脆，內裡入味。那個脆脆鴨啊，我覺得這個名字也非常有意思。它是被油完全炸過以後，然後再進行這個用辣椒來爆炒，整個口味就是又乾又脆，然後但是呢，你吃了又不會有特別有油的感覺，很好。藕絲炒肉也是楊哥研究出來的新菜。切藕絲最簡刀工，用王麻子竹片刀，下刀穩，力度勻。藕絲粗細均勻，不碎不散。藕絲炸至金黃撈出，與五花肉和辣椒猛火翻炒，每一根都裹滿了滋味。脆爽的藕絲配上焦香的五花肉，餘味悠長。在曼谷，它成了許多華人惦記的味道。其實最開始我不知道它是藕，因為我剛吃的時候我也在想這到底是什麼，有一點甜，有點辣，
然后也非常爽口。它虽然是藕丝，但是它做出来让人有一种，让你想知道它是怎么做的，然后味道又让你有一种想去探索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你看他们比较热。傍晚6、7点，辉煌区的霓虹次第亮起，印象湖南迎来了晚市高峰。在这里，每一桌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有人用湖南话聊着生意，有人用东北话分享着近况，不同的人，不同的口音，在同一个空间里交集。杨哥穿梭在各桌之间，和熟客聊上几句家常，这是中国城真正的模样。它是由这些人、这些味道、这些相聚的时刻搭建起来的家园。从一无所有到扎根立足，这是杨哥的10年，也是辉煌区的10年，更是新一代中国移民在南阳书写的全新篇章。我现在晚上下完班以後，回家有2條路可以選擇，我通常會選擇這一條高速。穿過這條高速，我就能夠看到什麼呢？我就能夠看得到這一棟停車樓，這一棟操場，我就能想起我以前在這裡上學的那一段，其實是非常辛苦也非常困難的一個日子。從巴生港凌晨的爐火，到曼谷輝煌區傍晚的霓虹，2座中國城，2種模樣，卻藏着同一種力量。老城的爐火燒了3代人，把一鍋湯熬成了族群的記憶。新城的霓虹照亮了年輕人的臉龐，把故鄉的食材和南陽的風味炒出了新的火花。爐火不滅，霓虹不熄。廣東衛視4K 超高清頻道，讓世界耳目一新。